每日写日记。你应该养成每天写作的习惯。听起来很灵活，我每天应该写多久的日记呢？10分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完美的开始。我应该在书中包含哪些主题？写下你的感受和目标。我应该用笔还是电脑？纸质笔记本更有利于集中注意力。我担心我的字迹太差。内容比形式更重要。这能帮助我减轻压力吗？反思能使头脑更加清晰。我会尽量每天晚上写作。持之以恒是真正成功的关键。如果我没什么可说的呢？请简单描述一下你当前所处的环境和想法。这看起来像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你将会发现许多关于你灵魂的事情。我现在对此感觉更乐观了。这是送给你未来的礼物。第2课，公园游览。嗨，今天真是个来宠物公园的好日子，不是吗？今天天气确实非常宜人。我的狗很喜欢在这片草地上奔跑。你的狗狗精力充沛，性格友善。它喜欢结识其他动物和人。它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猎人吗？它是一只来自农场的金毛巡回犬。它们以善良的本性而闻名。你的狗喜欢玩接球游戏吗？它更喜欢坐着看别人。有些狗更善于观察，而不是活跃。看着它们玩耍，感觉很平静。我们应该更频繁地来这个公园。新鲜空气有益于我们的健康。这里的社区也非常热情友好。我非常享受这些宁静的清晨散步。我们可以下次给他们带点零食。这是一个绝妙又贴心的主意。我明天会把水碗带来。第3课，文化时间。准时很重要。我明白了，在我的文化里，迟到几分钟是正常的。在这个城市，守时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对于今天造成的小误会，我深表歉意。不同文化对时间有着独特的看法。我想更多的了解你们的传统。我们重视效率和严格的社交时间表。那和我家很不一样。我们应该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下次我会努力找到。沟通有助于我们避免未来的紧张局势。您是否也重视快速取得业务成果？是的，我们倾向于尽快做出决定。在我的国家，耐心是一种美德。我们必须尊重彼此的观点。这次谈话对我非常有帮助。共同学习能使我们的伙伴关系更加牢固。感谢您的坦诚和抽出时间。
我们前往会议室吧。第4课，健康食品。欢迎光临我们今天的优质食品市场。请问你们有有机健康食品可供选择吗？我们设有大型有机农产品区。这些蔬菜是在种植过程中未使用任何化学物质的吗？是的，他们获得了国家委员会的认证。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们也提供新鲜的野生鲑鱼。它含有人工色素吗？它完全天然，非常新鲜。我还需要一些无麸质面包。它位于第3排通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改变饮食习惯。健康是今年的一大趋势。健康饮食让我的日常精力更加充沛。这是一项明智的人生投资。你们有无糖杏仁奶吗？冷藏柜里有好几个品牌的商品。我要2瓶。您的购物车里有很多不错的选择。第5课，淋浴流程。我正在阅读有关现代自我护理习惯的文章。有什么小事能让你的淋浴体验更美好？使用桉树枝可以帮助我放松。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蒸汽能迅速释放天然油脂。我更喜欢使用高品质的磨砂盐。它使皮肤感觉非常光滑。合适的灯光也能改变整体氛围。昏暗的灯光确实营造出一种水疗般的氛围。你在那里听音乐吗？我喜欢听舒缓的古典音乐。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我们应该把它打造成一个令人愉悦的空间。我打算买个新的淋浴喷头。最好是设置选项多的那种。感觉就像住进了一家豪华酒店。微小的改变就能带来巨大的不同。幸福往往来源于这些小细节。第6课，交谊舞。舞会的音乐响起了。他们跳的是交谊舞，我不习惯那种舞蹈。这是一种非常优雅经典的风格。这些步骤看起来很难学。我可以教你基本动作。我怕踩到你的鞋子。今晚不必担心小错误。这项传统非常正式且历史悠久。它再次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人们为什么喜欢严格的规则？它营造出优美而富有韵律的流动感。我通常比较喜欢现代舞和自由舞。我们可以先尝试跳一支简单的华尔兹。节奏是慢还是快？这首歌的节奏缓慢而稳定。我现在心跳得很快。跟着我的指示做，保持冷静。
约翰，你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老师。我希望你好好享受这一刻。第7课，经典书籍。我昨天读完了一本名著。查尔斯·狄更斯通过他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事实上，哈克的故事是马克·吐温写的。哦，我犯了个非常愚蠢的错误。两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狄更斯着重描写了穷人的苦难。他对伦敦的描写非常生动。你更喜欢美式经典还是英式经典？我喜欢美国文学中的幽默。我喜欢狄更斯的社会批判作品。文学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它也让我们了解人性。我们应该尽快讨论一下新书的事。让我们选择一个悬疑故事吧。这将引发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我会带一份书目清单。我期待着我们的下次会议。阅读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美好爱好。它能开阔眼界，启迪心胸。第8课，勇敢的士兵。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美国独立战争。法国人是如何帮助这个年轻国家的？他派遣舰船和士兵前往美洲，帮助美国人击败了英国军队。法国国王花了很多钱。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性和大胆的举措。这一联盟改变了历史进程。海战对于最终胜利至关重要。这些士兵在美国待了很久吗？战后，大多数人返回了法国。他们带回了关于自由的新思想。这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变化。历史上充满了像这样相互关联的事件。每个国家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援助。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令人悲伤的话题。但这同时也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和希望。我想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时期。我会送你一些额外的书。谢谢你带来的精彩历史课。知识是通往未来的关键。第9课，复杂的沙粒。这个展位展示的是印度传统服饰。图案复杂的沙粒。哦，我见过那种沙粒的图片。每一种图案都讲述着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丝绸摸起来非常柔软，感觉很高级。织工们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织好一件。一块标准布料有多长？它通常长6到9码。这些颜色真鲜艳漂亮。不同的颜色在文化中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红色常用于婚礼仪式。你对这方面非常了解。我喜欢了解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时尚。它是一种古老而受人尊敬的艺术形式。有人能学怎么包吗？
掌握折叠技巧需要练习。我今天很想试一试。那边就有试衣间。我先选蓝色的那个。这个颜色很适合你。第10课，搬走。我听说其他地方有很多工作机会。我已经申请了另一个城市的职位，但我犹豫要不要搬家。改变可能会让人感到非常恐惧。我会想念我的家人和朋友。你可以在周末去拜访他们。生活成本可能会更高，但加薪足以弥补这部分支出。我喜欢家里的舒适环境。成长往往发生在舒适区之外。新城市很远吗？飞行时间仅需3个小时。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你应该考虑长远利益。我的事业就此止步于这个小镇。大城市能提供更多机会。今晚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恐惧阻碍你前进的步伐。约翰，你真是个非常支持我的朋友。我希望你永远成功。第11课，酒店费用。这家酒店的评分非常高。每晚大概多少钱？大概100美元左右，但他们经常有优惠活动。是的，他们为提前预订提供折扣。价格包含全套早餐吗？每天早晨均提供欧陆式早餐。我更喜欢海景房。那将额外花费20美元。酒店内有游泳池吗？这里有一个大型室外恒温泳池。这个位置似乎离市中心很近。所有博物馆都可以步行到达。那我预定5晚。您需要延迟退房吗？是的，我的航班是晚上起飞。我会将该请求添加到您的文件中。感谢您找到这个超值优惠。我很乐意为您的旅行提供帮助。我非常期待这次假期。你现在应该好好放松一下。第12课，物件艺术。这件雕塑是用旧勺子做成的。艺术家们能将普通物品变成艺术品，这真是太神奇了。我想，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吧。这表明万物皆有潜在价值。这位艺术家非常有创意，也很有胆识。在这个画廊里，创意没有限制。我在金属里看到了一只鸟。我看到里面有人在跳舞。艺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正因如此，它才如此引人入胜。我们应该尝试制作类似的东西吗？我们家有很多旧东西。我们可以建造一座花园金属雕像。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周末项目。我们也需要非常强力的胶水。
我会在商店买一些。让我们来看下一幅画。这个设计只使用了鲜艳的霓虹色。对我来说有点太亮了。艺术作品应该激发强烈的情感反应。第13课，市场最佳。我喜欢这里的氛围。农贸市场最大的优点就是食材新鲜。这些蔬菜是今天早上刚摘的。我想买些当地蜂蜜。它对你的免疫系统有好处。这些苹果又红又亮。你应该先尝一小份样品。卖家说它们很甜。在这里购买商品可以支持我们当地的小型农场。比大型超市好多了。这里不使用塑料包装。这对我们的环境非常有益。瞧瞧这些漂亮的手工面包。它们闻起来香喷喷的，还带着一丝温暖的气息。我们买个面包当午饭吧。我们还需要一些新鲜的绿菠菜。我要去菜摊。我会在花丛边等你。别忘了买些鸡蛋。第14课，公园时光。我们应该尽快去森林里看看。观赏野生动物听起来很刺激，什么时候去公园最好呢？清晨是动物活动的最佳时间。我们会看到棕熊吗？如果我们非常安静，这是有可能的。我有点怕熊。我们将保持非常安全的距离。我们应该带双筒望远镜吗？是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我想拍摄很多高质量的照片。日出时的光线非常完美。公园冬天开放吗？道路开放，但部分路段封闭。春天似乎是最美的季节。花朵将盛开。我们必须带一些保暖耐穿的衣服。我今晚会准备好登山装备。我会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我们将要展开一场冒险。第15课，登山。我们今天应该做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去山里徒步旅行怎么样？附近有一些很棒的徒步路线。这是一个绝妙而有益的建议。那里的空气清新得多。我会带些水和零食。这条路很陡峭还是平坦？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条难度适中的登山路线。我得找到我的旧靴子。他们在楼上走廊的壁橱里。山顶的景色很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山谷。全程徒步需要多长时间？通常总共需要大约4个小时。我们应该在1个小时内出发。
我现在就可以走了。等等，我得去拿帽子。今天太阳确实很晒。我正在涂抹防晒霜。安全和健康始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第16课，面试准备。你的工作经历非常出色。这很聪明，你有没有准备一些问题要问面试官？我有3个关于球队的问题。你还应该询问公司的发展情况。这说明我很有抱负。记住要保持良好、稳定的眼神交流。我紧张的时候习惯低头。现在跟我一起练习一下有力的握手。这个握力是太强还是太弱？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正合适。有了帮助，我感觉自信多了。您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的真正潜力。穿上你最好最干净的西装。我今晚一定会运好的。请提前10分钟到达。守时是给人留下非常重要的第一印象。你会做得非常出色。感谢您今天的鼓励。第17课，采摘水果。超市位于1楼。很方便，而且通常品种齐全。太好了，我需要买些水果，对吧？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有机食品区。我需要一些香蕉和红苹果。这家店的价格合理吗？价格略高于市场价，但质量始终非常稳定。我还需要一些新鲜的青葡萄。我会找辆手推车给我们用。买带轮子的那款。这个看起来没问题。我们还应该买些冰牛奶。奶制品店在最里面。我们快点吧，我饿了。我会在收银台等你。我想买些黑巧克力。那真是一份非常棒的款待。你家里需要什么东西吗？我明天早上需要一些咖啡豆。第18课，礼物选择。这个蓝色花瓶确实非常优雅。你考虑得很周到，也了解他们的喜好。是的，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喜欢鲜花和现代家居装饰。它能放在他的小桌子上吗？尺寸非常适合任何房间。我们也应该买张漂亮的贺卡。我会写一封非常友好的留言。你觉得他喜欢这个颜色吗？蓝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那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应该要一些礼品包装纸。用金箔纸装饰这里会显得非常喜庆。工作人员可以帮我们包装。这让礼物看起来非常特别。
给予他人会带来很多快乐。祝他今天过得愉快。我们今晚会把东西送到他那里。我们应该带些蛋糕吗？巧克力蛋糕总是很受欢迎。第19课，好地方。你今晚准备好出门了吗？他告诉我我看起来很漂亮，然后说我们要去一个叫肚皮山的地方。这是附近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着装要求是正式还是休闲？这是一个非常正式且安静的地方。我穿着我最喜欢的黑色连衣裙。你穿这身衣服真是太美了。他们供应什么类型的食物？他们家的烤牛排很有名。我希望他们有一些素食选择。他们的菜单种类确实非常丰富。能看到城市景观吗？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明亮的灯光。约翰，这真是个令人惊喜的礼物。你值得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我们别迟到晚餐了。出租车在外面等我们。我拿起我的小晚宴包。我的手机里有预订信息。第20课，粉彩梦境。我们必须为这个房间选择一个配色方案。我想要一个让人感觉非常平静的空间。鲜艳的颜色有时可能过于刺眼。我想我会选择柔和的粉彩色系，以营造舒缓的效果。柔和的蓝色和绿色现在非常流行。这些颜色会让房间看起来更大吗？浅色灯罩能反射更多自然光。我担心房间看起来会太冷。我们可以添置一些温暖的木质家具。听起来是个完美的平衡点。我们还需要考虑窗帘面料。透明的白色亚麻不会很漂亮。这将营造出一种非常轻盈的氛围。我们应该把天花板漆成白色吗？白色天花板使房间显得更加开阔。我很期待看到最终结果。我们将于下周一开始这项工作。我今天会订购油漆。请确保使用哑光表面。第21课，直飞航班。我为您找到了几个航班选择。我需要尽可能节省时间。部分航班需要在伦敦长时间转机。收到，我会优先考虑不间断的方案，稍后回复您。直飞航班虽然更贵，但速度更快。我的日程安排不允许延误。早上8点有一班航班。我那边开会时间太早了。我会寻找下午出发的航班。该航空公司提供无线网络吗？现在大多数国际航班都提供这项服务。我必须在旅途中工作。我会查看具体的飞机信息。
请您同时预订机场用车。我会为您安排一辆高级轿车。感谢您高效的帮助。我会把行程安排发送到你的邮箱。我会在下次通话前查看一下。我将等待您的最终批准。第22课，法律后果。这个案子非常复杂，很难理解。陪审团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证据不足以定罪。他在刑事指控中被判无罪，但在民事诉讼中被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律区别。他展示了不同法院的运作方式。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要低得多。许多人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困惑。全国各地的民意存在分歧。媒体报道也非常密集。时至今日，律师们仍在研究这个案例。它改变了我们看待电视审判的方式。伸张正义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受害者最终获得了一些经济赔偿。然而，金钱无法取代人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必须从这些法律史中吸取教训。我将以这个主题为题撰写论文。我会帮你寻找更多资源。第23课，经典过渡句。许多运动员在退役后成名。这个人职业生涯很长。美国一位非常富有且功勋卓著的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转型进入娱乐界。他出演过许多热门电影。他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业演员。大多数人记住他是因为他的体育记录。他在球场上跑得非常快。审判期间，他的名声更加响亮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很难讨论。有些人至今仍然很欣赏他的运动天赋。其他人则只关注他的法律问题。两者很难分开。历史往往既记录了好事，也记录了坏事。他曾是许多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这就是媒体打造偶像的方式。然后画面迅速变化。这是一个关于名利的故事。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非常悲惨。这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第24课，清淡餐食。请问现在可以点餐了吗？我想要一份辣味咖喱鸡。你喜欢酱汁有多辣？我喜欢口味清淡的，请问用餐时需要搭配哪些饮品？我们有鲜榨柠檬水或冰茶。我要一杯冰茶。您的饮料需要加糖吗？我喜欢不加甜味剂的。我马上就去给您送饮料。咖喱配白米饭吗？
它配以蒸巴斯马蒂米饭。听起来是个非常健康的选择。要不要先来份开胃菜？我不太想吃开胃菜。我会把订单送到厨房。准备工作需要多长时间？15分钟后就可以做好了。我会在桌边等。您的冰茶来了。第25课，坚硬的花岗岩。修建隧道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工人们面临着许多自然灾害。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山体滑坡，工人们不得不挖穿坚硬的花岗岩。花岗岩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石头之一。他们使用了重型机械和炸药。许多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该项目历时10年才完成。这条隧道现在还在使用吗？这是火车的主要路线。里面一定很黑。现代照明设备使这里非常安全。我钦佩工人们的勇气。他们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地理面貌。工程技术可以解决非常大的问题。这需要周密的计划。大自然常常会与我们对抗。我们必须尊重地球的力量。我以后再也不会抱怨交通堵塞了。我们应该欣赏他人的辛勤付出。第26课，第一批人。澳大利亚拥有非常悠久的人类历史。这片土地最初的居民是谁？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被称为原住民，他们乘船来到澳大利亚。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件事发生在5万多年前。他们与自然有着非常深厚的联系。他们的艺术和故事都非常优美。他们现在还住在沙漠里吗？现在许多人居住在城市和乡村小镇。我想参观一个原住民艺术画廊。附近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些传统绘画描绘的是什么？他们经常展示该地区的地图。这些颜色非常质朴温暖。他们使用来自地面的天然颜料。保护他们的文化非常重要。政府目前正在着手处理此事。我非常尊重他们的古老传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智慧中学到很多东西。第27课，非洲路线。大卫·利文斯通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他为什么会去这些地方旅行？他想找到一条通往非洲中心的便捷路线。利文斯顿继续前行。他在丛林里患过很多疾病。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使命。他找到河流的源头了吗？他发现了壮丽的维多利亚瀑布。当地居民帮助他活了下来。
他对他们非常尊重。很多人都以为他迷路了。几个月后，一名记者找到了他。我猜您是利文斯顿博士吧？这是一句名言。那人正是这么说的。他想制止奴隶贸易。他既是医生，又是传教士。他的一生充满了精彩的冒险经历。他现在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探险家。第28课：莎士比亚语言。威廉·莎士比亚是戏剧大师。为什么他的剧作至今仍然如此受欢迎？这些戏剧展现了莎士比亚对英语语言的运用，他的词汇量非常丰富。有些词很难。他创造了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短语。生存还是毁灭是一句名言。他描写了爱情和人类的力量。所有剧本都是他自己写的吗？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确实这么做了。他那个时代的剧院与现在截然不同。只有男性才能当演员。现在听起来真是太奇怪了。这是一条非常严格的社会规则。我更喜欢现代电影版本。原文更有情感深度。我会试着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会帮你学习那些古老的词汇。你是一位非常好的学习伙伴。我们肯定能轻松通过考试。第29课：日落照片。天空渐渐变成了深橙色。这是拍照的最佳时机。你拍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日落是在夏威夷。我现在对那天的记忆非常清晰。今天的主题色是紫色和金色。云朵反射光线的效果真好。我将使用非常慢的快门速度。别忘了使用三脚架。水面平静如镜。这将是一张非常有获奖潜力的照片。大自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非常幸运能来到这里。我现在要拍3张不同的照片。等待太阳照耀大海。现在正是我们相遇的最佳时机。我现在可以看到绿光了。它只持续1-2秒钟。你及时捕捉到光线了吗？我相信我的照片很完美。第30课：共同的爱好。我们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他们最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听同样的音乐，甚至可以聊聊烦恼或学校作业。分享感受对他们有好处。青春期可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时期。有朋友在身边会容易得多。他们周末也会玩电子游戏。我希望他们先完成作业。
他们互相帮助解决难题。那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社会影响。我们应该邀请他们来吃晚饭。我今晚会做一些健康的意大利面。他们会非常享受这顿饭。友谊是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必须鼓励他们保持善良。约翰，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现在就去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在大树附近玩耍。我看到他们在草地上奔跑。